以色列军事中心转移，20分钟摧毁10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莫斯科俄仓库起火，罗斯托夫大桥爆炸。乌战情激烈，库尔斯克乌军包围圈成型，只等更多俄军来钻。顿涅茨克俄军疑获持续补给，展开小范围攻势。俄方称，欧洲议会的新决议是欧盟对俄罗斯的宣战。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以色列除了继续在拉法南部清除哈马斯外，目前已把军事重心从沙特转移到了黎巴嫩，从哈马斯转移到了真主党身上。据 NEXTA 新闻报道，黎巴嫩真主党最高领袖纳斯鲁拉在最新的讲话中高调发声，以色列越过了所有红线，以军对黎巴嫩的爆炸是在宣战，要回击以色列。但就在纳斯鲁拉话音未落时，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起了大规模空袭。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9日，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数十架战斗机，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部，包括奇西内、塔伊贝、布达利等地的真主党据点展开了猛烈袭击。据悉，在短短20分钟内，以军大约袭击了100个包括真主党火箭发射场和武器仓库在内的军事基础设施。事后，以色列方面也证实了此事，并称此次空袭重挫了真主党所谓精锐的拉德万旅，中包括拉德万旅的总指挥官伊布拉辛·阿吉尔。而根据摩萨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年中，以军先后击毙了拉万德旅的3名旅长和多位指挥官，且在行动中清除了1000多名特工。此外，据 X 平台博主的报道，真主党领导人之一阿布·海达尔·哈法吉在前往大马士革国际场的路上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死亡。同行的一位身份保密的伊朗卫队高级成员也因此受伤，目前伤势较重，且具体局势有待进一步观察。当然，中东混战远不止于此。9月20日凌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一个属于伊朗革命卫队专门用于生产弹道导弹的军事基地突然起火爆炸，严重受损。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回应此事，但有报道称这是以色列发动的突然袭击。由此可见，以色列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多线作战模式，预计接下来以军还将继续发动打击。特维尔州弹药库的浓烟大火还未消散，莫斯科附近的阿帕林基一座占地5000平方米的巨型仓库突遭大火，并持续向四周遭蔓延。相关报道称，目前该处火灾仍未被扑灭，事故原因不明，有待后续报道。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最近莫斯科附近着火的频率已越来越高，从发电厂到电油厂再到武器仓库，几乎每隔数日就有一次大火。而与之对应，则是乌军越来越频繁无人机袭击。如据开源情报报道，20日凌晨，俄罗斯罗斯托夫市的弗罗西洛夫斯基区再度遭到乌军无人机打击。当地的罗斯托夫大桥附近发生剧烈爆炸，有目击者称听到了无人机刺破天空的轰鸣声。目前，俄罗斯紧急状态部已证实大桥附近发生爆炸，但并未正面回应是否是乌军无人机所为，只是强调是附近的仓库率先发生大火，然后带来了爆炸。而这也是5天来罗斯托夫州发生的又一次大规模爆炸事件。9月15日前后，当地甚至在一夜之间突遭50起大火，而在更早的时候，罗斯托夫的几个大型炼油厂都先后遇袭，其中普罗列塔尔斯克的油库更是燃烧了半个多月。如今，火力军可以明确地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俄军大后方都已成为乌军无人机的后花园，其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弹药仓库等后勤目标的袭击正在加深对前线俄军的影响。正如此前的报道，在库尔斯克，乌俄双方都在进攻，有各打各的意思。在库尔斯克西突出部，据 ISW 报道，9月20日，红军在红十月镇沃尔菲诺附近展开猛烈炮击，以打开俄军防线。而在维齐奥洛耶北部，乌军在9月20日出动无人机、装甲部队袭击俄军目标，最终乌军的 FPV 无人机成功摧毁一辆俄军 BMD-2 战车。同时，该方向乌军还通过高速公路向罗什科沃和梅德韦日推进。罗什科沃方向的乌军进度不大，也就是沿途占领林地。不过，一旦占领格卢什科沃，俄军将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境地，而后者已经打通到梅德韦日耶的道路，最远处已达到波利托德尔斯基，正继续朝斯纳格斯特推进，以求与大部队会合。但有趣的是，乌军似乎并没有着急收缩口袋，似乎是在等更多的俄军入套。如自19日乌军收复斯纳格斯特东南部分地区后，双方至今仍在该城镇附近激战。更关键的是，乌军还派出特种部队展开了对俄军后勤路线的打击。从目前局势看，乌军反击部队有可能会进一步包围其范围整个格卢什科沃镇，
约260平方公里。在尼古拉耶夫达里诺东南部和达里诺北部和东部，俄军第155旅在这里发动了攻势。同时，俄军放到了其炮击库里洛夫卡乌军浮桥的消息，但从战役地图上看，俄军并没有取得确认的进展。总之，希尔斯基指挥乌军机动灵活作战，已让俄军陷入两难。虽然俄军零星的反击依然存在，但乌军总体保持了推进姿态。更重要的是，库尔斯克的行动已经大大改善了乌东的局势。在哈尔科夫，乌俄双方在其北部均展开了攻势。据9月20日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已推进到沃夫昌斯克市中心。目前，双方正在争夺沃夫昌斯克骨料厂的控制权。据悉，这场战斗自9月16日乌军攻入该骨料厂后，到9月20日，双方仍未分出胜负。此外，俄军还对沃夫昌斯克和集合的乌军实施了空地联动打击，乌军则回以无人机打击。在赫里伯克，据一位俄军事博主声称，由于乌军展开的反击，俄军正巩固其北部的阵地。在库皮扬斯克东南部的基夫沙里夫卡和新奥西诺维，俄军于20日对上述地点展开了空袭。同时，从皮夏涅而来的俄军已沿防风带推进了2.5公里。在红军村方向，9月20日，据战役地图显示，俄军在南部的米哈伊利夫卡略微推进，同时其对北部的150公路的乌军装甲部队实施了无人机袭击。乌军一辆 M113 装甲运兵车被摧毁遗弃。对此，基辅独立报援引一名乌军士兵的话称，俄军在红军村方向似乎得到了持续补给，这才在米哈利夫卡、格罗季夫卡附近展开了无人机袭击。为此，乌军正努力向前线运输补给，使其能保持反攻的势头。虽然俄军展开了小范围的攻势，但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已经成功降低俄军在整个顿涅茨克的进攻强度。在库拉霍沃方向，9月20日，俄军从东北部向哥斯特列村推进，同时在赫尔西耶夫卡附近展开攻势。在弗勒达方向，俄军向福迪安东北方向、奥克斯塔扬蒂尼夫卡附近以及弗勒达本身发动攻势，持续推进。尤其是在弗勒达，俄军对这里进行了连续的炮击和无人机，力度之大远超其他2个方向。不过，截止到9月20日，俄军未能取得突破。之后，同样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和火炮打击，尤其是乌军的龙无人机，烧毁俄军阵地，让俄军束手无策。上期视频，火力军提到了欧洲议会通过了解除乌克兰多项限制的新决议。对此，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正面回应称，欧洲议会的新决议将引发世界核大战，呼吁欧洲议会解散。同时，他还威胁道，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只需要3分20秒就能抵达欧洲议会的所在地斯特拉斯堡。此外，被誉为俄罗斯国师的杜金更是直接表示，新决议是欧盟对俄罗斯的正式宣战。对于上述俄罗斯的态度，目前尚不清楚欧洲议会会如何应对，但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正在增加。9月20日，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联盟主席冯德莱恩，并在会后表示，乌克兰将使用350亿欧元欧洲贷款的一部分购买国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以供前线乌军使用。同时，将在国内建造防空洞，以保护乌克兰学校免受俄军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据悉，这笔贷款来自其原先确定的500亿美元贷款框架，其将在2024年12月31日前由欧盟委员会一次性放宽给乌克兰。与此同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金也正在应用在乌军身上。据欧盟驻乌克兰大使透露，首批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的4亿欧元已经用于资助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前线乌军正在使用的 2S-22 155毫米榴弹炮就是动用了这笔资金。此外，泽连斯基还在与冯德莱恩会晤结束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对乌克兰的胜利计划至关重要，因此其下周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与拜登举行会晤。据中时新闻网9月21日报道，由于近日罗马尼亚采购了 F-35， 保加利亚采购了 F-16， 一些军事专家将两款战机的成本问题进行了对比。罗马尼亚采购一架 F-35需要花费约 2.03 亿美元，而保加利亚采购一架 F-16花费约为 2.087 亿美元。从单价上来看， F-16要比 F-35略贵，但是在性能上 F-35要优于 F-16。那么保加利亚为什么会花费更贵的价钱去买性能低的 F-16， 而不是以更低的价格去买性能更高的 F-35呢？其实这并不是保加利亚买不买的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卖不买。美国作为这两款战机的出售方，在达成交易前会对购买方进行整体性的评估，比如外交政策、综合战力和采购意图等，还需要考虑购买方拥有相关战机后会不会对区域稳定产生影响。比如说，罗马尼亚位于北约东侧，需要防范来自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再加上近些年来罗马尼亚持续扩大兵力，
并积极参与北约演习，与美国的防务政策非常一致。因此，美国才会选择向其出售性能更优的 F-35，而保加利亚则不同，其在国防开支和军队现代化上有诸多困难，因此美国才向其出售了 F-16。而且出于综合考量，这里交易不单单包括战机本身，美国还会向其提供先进的航电设备、武器，以及全面的后勤保障等，和为飞行员和维修人员提供培训，确保保加利亚能够有效操作并维护好 F-16。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受乌俄战争影响，俄罗斯当前极度缺少劳动力，其铁路公司已经在雇佣来自非洲的移民。在莫斯科的喀山斯基火车站和奥列霍机车厂，都可以看到由非洲移民组成的寄宿人员。其实，俄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早在去年11月，俄罗斯铁路公司总经理德米特里·沙赫诺夫就表示，由于缺少工人，该公司将会考虑雇佣被判处劳动的囚犯以及外国公民，来弥补本国劳动力的空缺。据美国国务院9月18日新闻稿显示，美国和塞尔维亚签署了能源战略合作协议，此举将扩大美国公司投资塞尔维亚能源行业的机会，可以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显示出塞尔维亚正在脱离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此外，塞尔维亚还在积极发展与欧盟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例如从苏联时代以来，塞尔维亚就一直从俄罗斯购买武器，但是在今年8月底，塞尔维亚选择向法国采购12架阵风战斗机，而非俄罗斯战机。据美国海军新闻报道，法国被希腊研制的3艘季盟级巡防舰中的2号舰尼亚库斯号于9月19日正式下水，接下来会在未来数周内接收其全景传感器和智能模块化整合式桅杆。该型舰的首舰季盟号目前正在进行港口测试，待测试通过后即可进行出海实测。而3号舰福尔米奥号则是在今年8月刚完成舰体组装，预计这3艘巡逻舰将会于2025至2026年陆续交付。季盟级巡防舰全长122米，宽17.7米，排水量4500吨，稳定船员125人。在动力方面，采用柴联合动力推进系统，最大航速每小时50公里，续航里程9260公里，海上自持力45天。在武器方面，配备有一门76毫米舰炮，2座20毫米机枪，一座116兰姆导弹系统，4枚以 U90 反舰鱼雷，8枚飞鱼导弹，32枚紫苑导弹。据美国飞行杂志报道，由于 B-21轰炸机项目取得了新进展，美国空军已于9月13日对外宣称，批准了第2和第3个基地，分别是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和德克萨斯州戴斯空军基地。至于 B-21的第1个基地，此前已选定为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随后在9月18日，即美国空军建军77周年之际，美国空军通过国防实时信息分发服务网站公布了最新的 B-21的最新测试影片，显示测试地点在第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测试内容包括地面测试、滑行和飞行操作等项目。按照美国空军计划，未来几年内将会部署首架 B-21。待 B-21实现量产后，至少会优先购买100架，随后会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机队规模。据美国国防新闻报道，英国展示了最新型的挑战者3型坦克，还由莱茵金属公司制造。与前代相比，其进行了诸多升级。例如在武器方面，配备有最新型的120毫米滑膛炮，能够对敌进行强大的火力打击。在防护方面，配备有 Trophy 主灯保护系统，能够有效抵御来袭的火箭和导弹。此外，还改进了发动机以及通信和电力系统，并配备有可全天候工作的新型瞄具，能够大幅提升战场上的作战效能。另外，据莱茵金属公司表示，其实早在今年4月，这2架挑战者3原型车就已完工出厂，随后被送往英国制造工厂以及德国设计厂进行地面性能与火炮设计测试，直到英国举行博览会才首次对外公开展示。目前仍有6架原型车正在进行改装，预定会在2025年投入测试。如果能够全数通过，将会建造140辆同型坦克交付给英国陆军。届时，这些挑战者3型坦克将会与阿贾克斯装甲车 RCH-1555 亲自走炮，以及全是8轮甲车，共同组成英国陆军装甲旅级战斗部队核心。据莫斯科时报9月21日报道，自2024年初以来，
俄罗斯迫切希望能够恢复滨海边疆区与朝鲜东北部之间的铁路运输业务。为此，俄罗斯和朝鲜相关部门已经就此项事宜的细节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讨。近日，俄罗斯远东地区客运发展局长夫米谢夫对外宣称，将从今年12月15日起正式开通从滨海边疆区直通朝鲜的客运列车，每周暂定3趟班次。目前，俄朝方正在制定相关的交通时间表。据巴伦支观察报报道，今年夏季和秋季，俄罗斯武器专家频繁活动于新地群岛。与此同时，挪威辐射和核安全局检测到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辐射量中含有超标的4.137，这是一种核裂产物。挪威猜测这可能与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导弹的开发和测试有关，其发射的试验场就位于新地群岛，而且苏联于1990年前也一直在此地进行核试验。此外，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说法，目前已知海燕导弹进行了13次测试，有11次均以失败告终，其中在2019年一枚导弹坠入巴伦支海。俄罗斯在执行取回导弹的任务中发生爆炸，不排除由于此次事故造成了周边海域的核辐射激增。据莫斯科时报报道，2023年期间，俄罗斯军队共收到约14万架无人机。为加强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已计划把今年的产量增加10倍，也就是生产140万架无人机。然而，据乌克兰方面信息显示，目前乌克兰约有200家公司在从事无人机的生产工作，每月可累计生产约15万架，比俄罗斯一年的产量还要多。此外，据乌克兰战略工业部副部长安娜·格沃兹迪亚尔表示，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生产200万架无人机。这也就意味着，在无人机战场上，乌克兰将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据基辅邮报9月18日报道，一名俄罗斯男子曾于2022年7月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指责了俄罗斯士兵在基辅郊区的野蛮行为。随后，这名男子就被俄罗斯指认为传播军队的虚假信息，然后判决他进行5年的苦役劳动。近日，俄罗斯法院修改了对该男子的判决，将苦役劳动改为了有期徒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新弗吉尼亚级潜艇项目正面临巨大危机。该潜艇计划原本的预估成本约为1840亿美元，但是据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卡尔沃特表示，由于该项目比原本计划落后了2到3年，导致成本大幅增加，预计到2030年，这项潜艇计划的支出将会超出原本预算约170亿美元。如果美国海军不能在短期内找到削减开支的方法，总成本将会继续上升，届时可能会使新弗吉尼亚级潜艇计划出现延误，从而影响到美澳英3边安全伙伴关系。为了降低制造成本，目前美国海军正在努力优化船舶设计流程。此外，其还打算专门成立一个成本机构，以此来改进成本估算，并制定海上工业计划，从而更加合理地管理项目资金。综合报道称，美国将从2026年起逐步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系统，最开始投入建设的将是新一代的标准右超音速弹道导弹，射程可达1600公里；其次是拥有复杂的绕地形能力的战斧导弹，最后则是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爱鹰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对此，俄罗斯曾强烈警告美国和德国，称其部署远程导弹是碰触红线行为，但两国似乎并没有理会。据路透社报道，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塔布建议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包括增加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数目，取消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以及将任何参与非法战争的国家驱逐出联合国安理会。9月19日，有媒体报道称，来自印度的弹药正不断进入乌克兰，这让俄罗斯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据悉，过去1年多，来自印度的炮弹通过捷克、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运往乌克兰，且数量越来越多。11名印度和欧洲政府及国防工业官员称，印度军火制造商出售的炮弹已被欧洲客户转运到乌克兰。尽管俄罗斯提出抗议，但印度并未干预阻止这笔交易。此外，也有许多公开信息显示，乌军正大量使用印度生产的炮弹，而且质量很不错。不过，印度方面对此多次表示，不会向任何一方提供任何武器，在乌俄战争中始终保持中立。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欧洲议会的新决议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霍立军，下期再见。